开火一时爽，地勤火葬场。你知道机炮弹药装填有多费劲吗？今天我们在线给 F-16战机做一次机炮弹药补给。F-16搭载的是一门 M61多管火神式机炮，发射20成以102毫米弹药。为了提高后勤补给效率 ，F-16需要用到专门的弹药补给系统 UALS， 就是这种手推车一样的装置。首先，地勤人员需要把20毫米弹药整齐放在装载机上，机器会将弹药压制在补给系统的弹链中。不过这个过程算是个半自动，因为需要人工手持气动工具进行转动。如果遇到卡壳的情况，还需要用螺丝刀等物体将弹药进行归位。这样看似很慢的效率，其实一点也不快。通常一套系统最多装载2100发弹药，而一架 F-16最高备弹511发，也就能为4架战机机炮提供补给。等2100发弹药全部装满之后，地勤人员会以手推的方式将补给系统移到战机底部。F-16的机炮弹仓位于右侧机翼下方，现在只要将弹链与弹仓接口连接，就像新能源汽车充电一样，然后同样是用气动工具，就能为机炮自动装填弹药了。不过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用到麒麟臂手动装填。看老哥健硕的身板和吃力的动作，不一会就大汗淋漓了。手工装填绝对是最苦逼的工作了，整个弹药补充估计需要耗时1个钟，而 M61火神炮最高射速为每分钟7200发，一架 F-16机炮清空弹匣只需要不到5秒钟，这就是开火5秒钟，装弹1小时。据说二战时米国会将俘虏绑在有竹子的地上，随着竹笋的快速生长，笋尖就会刺穿俘虏的身体。这种酷刑真的有可能实现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留言组打算冒死亲自做个实验。吉米强烈建议亚当尝试充当俘虏，但亚当翻脸开始骂娘，无奈他们只能先制作一个模拟人体。为了找出合适的替代材料，吉米贡献出一块和人体阻力相似的猪肉，并对其进行了穿刺实验。在仪器的精确测量下，得到刺穿猪肉所需要的压力为10磅。通过不断筛选，最终确定使用防弹胶作为替代品。于是亚当开始进行溶解并重新浇筑，顺利得到一个模拟人体。为了能给竹子提供更好的生长条件，他们在屋顶搭建了一个保温室。接下来就是选取合适的竹子。竹子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木本植物，它平均每天可以生长1.2米。而有种叫金镶玉的竹子，它的笋尖在地下就已经十分锐利，能够穿透坚硬的石头后破土而出。那它又能否刺穿人体继续生长呢？亚当将假人固定在尚未破土的竹笋上，如果竹子能够刺穿防弹胶，那么它就一定能够刺穿人体。经过3天时间的生长，竹笋已经钻进了假人的体内。由此看来，竹子酷刑的说法很可能是真实的。亚当继续观察，看竹子能否穿透假人继续生长。但2个星期后却出现了意外，尽管又有几根竹笋钻进了假人体内，但都没有再继续生长，因为温度过高，防弹胶已经开始融化，导致竹笋也没能存活下来。于是他们又重新进行了一场实验，这次他们将在露天场合进行。而令人惊讶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竹笋很快就穿透假人身体，并继续向上生长。而3周后，它已经长成了12英尺高的竹子。所以，如果你十分憎恨某人，千万别将它绑在未破土的竹笋上方。据说请人清理搅拌车里附着的水泥需要花费上万块，但如果用炸药就能瞬间清理干净，难道炸药还有这样的功能吗？为此，留言组专门买来了搅拌车。这次他们决定用1.5磅的高爆炸药进行实验。3、2、1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搅拌车后面的肛门喷出大量烟尘，但打开搅拌桶却发现，虽然里面很多水泥都被震了下来，但并没有一次性清理掉所有水泥。而如果加大炸药的剂量的话，在不考虑对搅拌车损伤的情况下，是可以将里面的水泥清理掉。而在实验的最后，吉米还有个疯狂的想法：如果将搅拌车里装满高爆炸药，爆炸效果会是怎样的呢？于是他们将另一辆搅拌车搬到了采石场，接下来将在这里制造一场巨大的爆炸。而为了实验的万无一失， FBI 医护人员、消防队、警局以及爆破专家共同制定了实验计划，并封锁了周围的所有公路。随后，一辆满载高爆炸药的卡车来到实验现场。在 FBI 专员的全程监督下，工作人员将整整850磅炸药全部塞进搅拌桶。爆破专家表示，这次爆炸产生的金属碎片如同子弹，杀伤半径达到了1英里。所有准备就绪之后，空中响起了防空警报，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到1.6英里外的观光台。为了各位老铁的安全，请大家在距离手机1英里以外观看。巨大的爆炸声吓得吉米虎躯一震，而爆炸中心的搅拌车连渣都不剩，就连远处的摄像机也难逃魔爪。如此危险的实验，请大家切勿模仿。据说请人清理搅拌车里附着的水泥需要花费上万块，但如果用炸药就能瞬间清理干净，难道炸药不会将车辆炸毁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留言组来到了当地的水泥公司，希望买一辆报废的搅拌车进行实验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后老板愿意每辆车倒贴200美元来交个朋友。考虑到实验可能需要多次完成，亚当大手一挥，含泪买下了4辆状态相对较好的搅拌车。有了实验道具之后，他们首先要将第1辆的搅拌桶内壁附上水泥，但由于机械故障，等第2天水泥凝固后，他们发现已经装满了半桶。为了保证爆炸的安全性，本次实验将在爆破场进行，并且由专业爆破员操作。
因为不清楚需要的火药当量，专家建议先从威力较小的樱桃炮弹开始实验。连接上远程控制电缆之后，专家在远处按下了引爆按钮。Blast danger! 3, 2, 1. 这样的动静还不如你们放的一个屁，显然对里面的水泥来说就像挠痒痒。紧接着，专家升级了火力，这次将用一枚 M80炸弹进行实验。它是美军模拟爆炸使用的一种鞭炮，威力是樱桃炮弹的好几倍。3, 2, 1. 然而水泥依旧对它无动于衷。经过多次爆破失败之后，吉米要求直接上大家伙，于是专家决定使用1磅的黑火药进行爆破实验，它又能否将水泥震落下来呢3, 2, 1. 这次爆炸的观感要比之前好多了，搅拌车发生了剧烈的晃动，强大的火焰和烟雾从洞口喷出，搅拌桶内壁的水泥也被炸下来不少，但底下的一层依旧很坚挺。留言组认为是因为里面的水泥太厚，小剂量的爆炸无法对它产生影响，毕竟正常情况下不会堆积这么厚的水泥。于是他们拖来了第2辆搅拌车，里面水泥厚度刚好满足实验要求。那么如果用炸药炸正常厚度的搅拌车，里面的水泥又能否被清理干净呢？据说只要速度足够快，铲雪车能将汽车劈成2半。那究竟什么样的速度才能将汽车劈开呢？在上期视频中，留言组分别用55和70英里的时速进行了撞击，但铲雪车并没有将汽车劈成2半，所以他们决定将暴力值直接拉满，使用号称地表最强动力的火箭推进器进行实验，以此验证在绝对速度面前，汽车会变成什么样。为此，3人来到了专业的火箭试验场，在这里，他们将用火箭锹打造一个超级铲雪机。首先，格兰和托瑞需要重新制作雪铲，为了达到最大的撞击强度，他们将实心钢条堆成楔形并焊接在一起，然后将最上面的一块打磨尖锐，而凯莉则将借来的汽车两边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，以此来确认劈开的位置是否准确。接着把2个充气玩偶放在车上来模拟乘客，然后在铲车的帮助下，汽车被放在了轨道尽头的柱子上。而与此同时，超级铲雪机也组装完成并搬到了实验现场。本次实验将用12根火箭推进器作为动力，产生的推力高达75000磅，能将2吨重的铲雪机以550英里的时速撞击汽车。如此大的撞击到底能不能将汽车劈成2半呢？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，所有人进入掩体内开始实验。3, 2, 1. 只见一道火光闪过，汽车瞬间变成一股烟尘，巨大的推力让铲雪机在1/6秒内从起点撞击汽车。等烟尘散去之后，他们发现汽车连同发动机被成功劈成了2半，而充气玩偶已经连渣都没了。在这样的撞击下，不可能有生还的可能。随后通过慢镜头发现，时速550英里的雪铲如同手撕鬼子一样将汽车劈成2半，最后撞在前面的水泥挡板上发生了爆炸。所以奉劝各位老司机，开车一定不要超速。据说当你们的老板在高速上开车睡着时，我们可以通过超车减速的方式逼停他的汽车，但这样真的不会让老板走得更快吗？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会导致车毁人亡，留言组决定亲自进行尝试。于是他们来到了当地的空军基地，但在正式实验前，他们需要接受驾驶训练，以免在撞车过程中当场开袭。而负责培训的是这位姓王的老司机。首次训练，他们让凯莉来充当睡着的老板，而老王会指挥格兰从旁边超到前面，并通过刹车迫使凯莉的车停下来。随着格兰的不断减速，凯莉很快就顶上了他的屁股，然后2辆汽车都平稳地停了下来。为了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，之后老王提高了训练难度，他将开车撞击前车的后挡泥板，看凯莉能否成功化险为夷。虽然这时汽车开始失控漂移，好在最后被凯莉稳定了下来，而这样也使得3人顺利毕业。但在高速行驶状态下，这种做法又是否可行呢？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正式实验，并且测试中凯莉将在时速90公里下松开油门和方向盘，以此来模拟司机睡着的情况，看格兰能否通过逼停的方式实现英雄救美。等所有准备就绪之后，凯莉启动汽车开始前进。当时速达到90公里时，格兰迅速超车到了前方，然后踩下刹车逐渐减速，并成功截停了凯莉的汽车。尽管操作非常顺利，但事后却发现凯莉的车已经插入格兰的保险杠下面，而这种情况一旦稍有失误将会车毁人亡。可这时凯莉表示她的老板很喜欢在睡觉时踩着油门，那么这种情况下还能安全停车吗？据说如果在高速上发现前车失控时，我们可以超在前方并减速截停汽车。留言组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可行，下面凯莉将在120公里的时速下松开方向盘，并且会继续踩着油门前进，而托瑞则驾驶绿色汽车充当救世主，看他能否安全逼停失控的汽车。当凯莉松开双手踩油门时，托瑞立即超车到了前方，然后踩下刹车开始减速。虽然前车轮胎已经抱死打滑，并且很快偏离了跑道，可后车依然在继续前进，最终在撞击护栏前才成功停了下来。显然用碰碰车的方式可以逼停失控汽车，但这样的做法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故。为了找到更加安全的截停方法，
刘彦祖决定尝试两车夹击的方式截停汽车，同时凯利也将一直踩着油门。很快3辆车以同样的速度撞击在一起，尽管最后成功停下了失控汽车，但格兰的车却出现失控打滑的现象。于是他们再次升级了实验方案，格兰在保险杠处安装一条横杆，这样就能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截停失控汽车。而老司机托瑞则在车前增加了一个肩锥，一旦插进失控汽车里就会放下铁钩，从而达到降速停车的目的。但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个才是最合适的呢？首先是格兰的横杆方案，虽然碰撞产生了剧烈的颠簸，但汽车总算没有失控，并且3人还能完整从车里爬出来。最后测试的是托瑞的大铁棒，他已经迫不及待要插入凯利的车屁股。当凯利松开双手之后，托瑞就一脚油门冲了上去，直接戳进前车的后备箱，并释放了铁钩，然后踩下刹车，让凯利的车缓慢停了下来。很明显，这两种才是最安全的截停方式，但现实中是不允许这样改造汽车的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尝试。据说有个老六开枪射偏了角度，结果子弹经过3次回弹后击穿了自己天灵盖。刘彦祖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可行，他们决定用铅板进行跳弹实验，但在实验之前，他们需要测试子弹的偏转角度。等布置好测试道具之后，他们朝着铅板开了一枪，可尽管子弹沿着42度角回弹后击穿了旁边的木板，但偏转后的速度却只有52米每秒。显然用铅板是不能造成致命伤害的。于是吉米决定用水泥砖进行测试，因为这种材料软到能让子弹陷入，并且也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物品。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子弹回弹时的能量损失，亚当将入射角度调整至22.5度，也许这样就能让人开洗了。而当他们对着水泥砖扣下扳机时，子弹不仅在回弹后击穿了木板，而且还能保持148米每秒的速度。但让子弹偏转3次后又能否送走自己呢？接下来亚当准备了3块水泥砖，然后按照22.5度的入射角固定在台面上。按照之前测试得到的数据，子弹会依次击中3块水泥砖，并且在回弹后打掉吉米的排位。随着亚当拉动开枪的绳索，这次子弹竟然成功经过了3次回弹，而且还顺利击中了吉米的心脏。但从高速相机可以看到，子弹在第3次偏转后速度明显变慢了，以至于击中吉米时只有60米每秒。所以留言中的说法根本就是扯淡。可尽管子弹经过3次回弹后不会让自己开洗，但大家也不要随便尝试。据说有个倒霉鬼在开枪的时候射偏了角度，结果子弹不但没有击中目标，反而经过3次回弹后送走了自己。可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真的可能发生吗？为此留言组决定用实验进行验证。于是亚当弄来了3片钢板，并分别按照90度夹角固定在台面上。实验中他们将用手枪沿45度角向1号钢板发射，理论上子弹会以90度回弹射向2号钢板，然后经过3次回弹后击中枪口位置。为了校准钢板的摆放角度，他们用镜子和激光进行了调整。随后亚当将吉米的排位摆在了手枪旁，以此来充当开枪的倒霉鬼。但这让吉米忍不住口吐芬芳。同时为了观察子弹的运动轨迹，他们在钢板表面贴了一张白纸。等吉米往手枪里安装了铅弹之后，他们在防爆室外拉动了开枪的绳索。可子弹在击中1号钢板后并没有回弹，反而变成了碎片射在旁边的木板上。显然铅弹是不能产生回弹效果的。于是吉米搞来了全金属外壳的子弹，而这种子弹的外表被铜完全包裹。等吉米重新布置好道具之后，亚当再次扣动了扳机，可这次子弹依然没有回弹，而且金属外壳也已经完全爆裂。为了提高子弹的硬度，亚当找来了硬铬钢制成的滚珠，并且将它装进了弹壳中，因为这种材质比钢板的硬度高很多。但这次又能否连续回弹呢？终于在子弹击发的瞬间，2号钢板上出现了弹痕，同时子弹还击穿了吉米的手指。但之后他们通过勾股定理计算得到，钢珠击中吉米时的速度只有32米每秒，显然不会对人造成致命危险。亚当认为实验的钢板太硬，导致每次回弹都损失了大部分能量，也许换成质地较软的铅板就能达到实验效果。而且被铜包裹的子弹远比它硬，这样子弹击中铅板就不会碎裂了。可实验结果又会是怎样呢？接下来他们继续开始了实验。据说被龙卷风吹走的玻璃能砍断人的脑袋。留言组为了验证这种说法的真实性，于是来到了当地的海军基地，并决定将玻璃水瓶安装在皮卡车上，然后通过汽车的加速来模拟龙卷风的速度，看这样能否将假人的头颅割下。但由于常见的2级龙卷风时速达到240公里，普通皮卡车根本达不到这个速度，所以他们通过动能换算得到，只要用一块更厚更大的玻璃，就能以64公里的时速达到2级龙卷风的效果。等他们安装好玻璃之后，砍头实验正式开始。随着格兰一声令下，托瑞启动皮卡车加速前进，很快时速就达到了64公里。当玻璃接触假人的瞬间，脖子竟直接被1刀2断，但同时固定人头的支架也被撞倒在地。为了让脖子断得更加利落，留言组决定将车速增加到109公里，这样就能模拟超强龙卷风的效果。因此他们重新开始了实验，而这次只听到嘣的一声，假人的头颅就如同割韭菜一样应声掉落。显然在绝对速度面前，人的脖子显得不堪一击。可托瑞认为玻璃的厚度与汽车的动能影响了测试结果，
所以为了实验的严谨性，刘研组决定改变测试方案。于是他们打造了一个玻璃发射装置，它能依靠电机驱动2组轮胎高速旋转，然后将玻璃以龙卷风的速度发射出去。等格兰安装好假人之后，凯莉启动了发射装置，这时玻璃以119公里的时速飞向了目标，并瞬间让假人身首异处。所以刮龙卷风的时候，大家千万不要出去嗨。据说有几个精神小伙为了寻找刺激，他们在刮龙卷风的时候出去嗨皮，结果其中一个倒霉鬼被吹走的玻璃砍掉了脑袋。可现实中这种事件真的可能发生吗？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刘研组决定亲自进行砍头实验，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，于是托瑞拿出了自己的核磁共振图，并参考图像对二师兄的脖子进行了整形，然后凯莉小心地将它缝合起来，在套上硅胶人头之后，一个栩栩如生的仿真脖子就做好了。由于龙卷风也要分3、6、9等，而1级龙卷风的时速为64公里，这与人随手丢出玻璃的速度相当，所以刘研组决定用轮流飞玻璃的方式进行测试，并且用到的玻璃为住宅区常用的规格，看这样能否将人头砍下。首先上场的是凯莉，等她穿好防护面罩之后，拿起一块玻璃就对着假人飞了过去，但尴尬的是不仅没有伤害到假人，还差点送走了隔壁的同事，并且在随后的10几次测试中，他都完美的避开了目标。之后通过高速相机的计算，凯莉的最高时速仅为40公里，根本达不到龙卷风的最低标准。而相比之下，格兰的技术要好很多，他不但在飞第2块玻璃时就精准命中了假人，并且最高时速达到了80公里，但并没有让假人脑袋搬家，所以实验的希望落在了托瑞身上。随着他用力一甩，玻璃以109公里的时速击中假人，虽然这已经超过了1级龙卷风的速度，但假人脖子依然只受到了皮外伤，反而玻璃在击中目标的瞬间就炸得粉碎。显然这样的速度并不能切断人头，那么如果是超强龙卷风，又能否让人的脑袋搬家呢？接下来他们重新升级了实验，据说高空落下的硬币能击穿人的脑袋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，下面刘研组决定将硬币加速到终端速度，看击中脑袋后会造成多大伤害。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，考虑到组织替代胶的物理特性与人体相似，于是亚当用人头模型制作了真空模具，然后在模具中放入仿真头骨，并倒入融化好的组织替代胶，等凝固之后就制作成了仿真人头。而为了直观展现硬币掉落的威力，他们用水泥和沥青先进行了对比测试。可当硬币以终端速度击中他们时，不但没能将他们击碎，反而硬币还被弹了起来。那如果射在人的脑袋上，又会不会造成致命伤害呢？接下来他们将仿真人头放在了射钉枪的下方，然后亚当对着头顶发射了1枚硬币。虽然硬币射穿了表面的乳胶，但头骨却并没有破裂。很显然，高空落下的硬币不会造成致命伤害，这让亚当有了个大胆的想法。于是他撅起翘臀，让吉米对着他的屁屁开火。尽管亚当疼得跳了起来，但还是让他感觉到莫名的兴奋。而为了增加硬币的杀伤力，刘研组决定提高发射的速度。下面他们将步枪的消音器进行了改造。实验时只要装上空包弹，消音器里的硬币就能高速射出，并且通过测试，垂直发射时的硬币速度达到了3倍音速，同时还能在水泥地面留下圆形的坑洞。而硬币也发生了严重变形。可当他们对着假人头开枪时，硬币却还是没能击穿头盖骨。所以，即使硬币以3倍音速击中人的脑袋，也不会造成致命伤害。但尽管这样，大家也一定不要高空抛物。据说有个老六从帝国大厦的楼顶丢下1枚硬币，结果刚好砸在一个倒霉鬼的头上，导致他脑袋开花，当场开席。可高空落下的硬币真能砸开人的头盖骨吗？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亚当和吉米来到了帝国大厦的楼顶，并企图伺机偷偷从上面丢下1枚硬币，看能否让街上的行人脑浆迸裂。但好在被保洁阿姨及时制止。同时，这个阿姨还告诉刘研组，想要从上面丢出硬币并不容易，因为一旦有风吹过高楼墙面，就会形成上升的气流，这样很可能会将硬币吹回来。所以刘研组只能改变实验方案。而为了测试硬币从楼顶落下的最高速度，亚当登上了小型飞机，然后在与楼顶相同的高度跳了下来，并同时释放了手中的硬币。可这时硬币竟然向上飞走了。等他们收集到各项数据之后，他们通过勾股定律计算得到，硬币高空掉落的终端速度在56至120公里每小时之间。但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，于是亚当打造了一个风洞装置。当他们往装置中吹入时速为105公里的气流时，硬币就能悬浮在空中，这刚好在公式计算的范围之内。但如何才能让硬币达到这个速度呢？吉米计划将射钉枪改造成硬币发射器，并且通过测试，他们发现改造后的射钉枪刚好能将硬币以终端速度发射出去。实验时只要将它对准人的脑袋扣动扳机，就能模拟出从高楼掉落的情况。可硬币击中人头到底会造成多大伤害呢？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正式实验。据说带了蛇钉的女人容易遭到雷击。刘研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，他们将2个假人布置在电极的两侧，看电流是否会经过有蛇钉的假人。
可当专家启动放电装置的瞬间，闪电却击中了没有舌钉的假人。难道流言就这样站不住脚了吗？为了避免距离带来的偏差，吉米将2个假人位置进行了对调，然后重新开始了放电。而这次电流经过了有舌钉的假人，但吉米发现闪电首先击中的并不是舌钉，而是从假人的头顶传到铁锅后从地面流出，并且经过多次调换位置之后，他们发现电流多数情况都是经过有舌钉的假人，但没有一次直接击中舌钉，这让流言组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吉米认为可能是舌钉太小的缘故，于是他们在假人头上安装了更多的舌钉，也许这样就有足够的吸引力被闪电击中。可这样的做法真的有用吗？然而随着闪电的释放，尽管同样经过了有舌钉的假人，但电流依然没有接触任何一个舌环。之后他们往假人头上插入一颗18厘米的螺丝钉，而这次闪电直接穿过头顶后击中了螺丝。显然金属物越大，吸引雷电的能力就会越强。最后吉米将一个门把手塞进了假人鼻孔，终于在一声惊雷之后，闪电直接将门把手劈到了地上。可见金属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雷电，所以奉劝大家，雷雨天气最好不要带舌钉出门。据说带了舌钉的女人容易遭到雷击，而美国就曾经发生过一起离奇的雷击事件，并且专家认定事件的元凶竟然是佩戴了舌钉，因为金属舌钉具有很好的导电性，所以很容易吸引雷电的攻击。可现实中真的会这样吗？为了验证带舌钉会不会遭雷击，于是在吉米的唆使下，亚当来到了附近的首饰店，并给自己安装了一颗最骚气的舌钉。但由于流言组无法制造雷击所需的超高电压，所以本次雷击测试将在电力公司的实验室进行，而这里的设备能产生上百万伏特的电压，同时电流的强度能超过1000安培，如此强大的电力能瞬间将活人烤熟。可就在实验准备的过程中，亚当却打起了退堂鼓。为了实验的继续进行，所以他们需要制作能够吸引闪电的假人模型。于是两人来到了附近的超市，并搜刮了几个中式的大铁锅。之后吉米将铁锅的把手拆除，以防止产生尖端放电效应，从而影响实验的准确性。而亚当则用自己的头像做成了模具，然后往里面倒入组织替代胶，等凝固成型之后，他们将模型人头安装在了铁锅上，这样就做成了2个完全一样的仿真假人。接下来他们在其中一个假人的嘴唇上安装了舌钉，而另一个则作为对照组，并且2个假人分别布置在与放电装置相同距离的两侧，同时保持支架接地，让电流形成回路，看电流会经过哪个假人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他们开始了正式实验。为确保大家不会遭到雷击，请各位将手机扔在地上观看。据说穿缩水的牛仔裤泡澡会致人死亡，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真实，留言组在浴缸内加满了开水，并让穿有牛仔裤的假腿在里面浸泡6个小时，同时格兰会全程监测血流的情况。经过漫长等待之后，他们发现尽管牛仔裤相比之前缩水了3%，可假腿中的血流速度丝毫没有减缓，似乎留言中的说法有点站不住脚了。但格兰却认为可能模拟实验存在某些问题，所以他决定亲自进行尝试。于是在凯莉的陪同下，他们来到了服装店，然后挑选了小姐姐们常穿的牛仔裤，并且裤子的尺寸偏小很多，也许这样就能达到最佳致死效果。之后他们往浴缸中倒满滚烫的热水，同时格兰穿着牛仔裤坐在了里面。为了确保发生意外时能及时施救，医护人员会全程监测格兰的生命指标，一旦他的血管发生了堵塞，显示器中就看不到蓝色的血流影像。可这样真能让他当场开席吗？但好在格兰对这次测试相当满意，不但有茶颜悦色的奶茶管够，而且还有凯莉的一条龙服务。由于格兰最近吃多了豆腐，导致水中不断有气泡冒出，经过6个小时的享受之后，仪器检测格兰的血流没有任何减少，他除了感觉裤子有些紧绷之外，并没有丝毫不适。但出来的时候却发现裤子已经很难解开，只能在凯莉的帮助下才勉强脱下。所以穿牛仔裤泡澡不会导致死亡，但双腿长时间被压缩也不是什么好事，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。据说穿牛仔裤泡澡就相当于自杀，并且曾经有个靓女为了凸显自己的身材，她躺在浴缸里泡了6个小时，由于缩水的牛仔裤阻断了血液循环，最终女人惨死在浴缸中。可牛仔裤真有这么危险吗？留言组为了找到牛仔裤致死的真正原因，于是凯莉首先找到了泌尿科的医生，而医生却表示这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人的大腿存在2种血液循环，红色表示高压动脉将血液输送到腿部，而蓝色则代表低压静脉，它主要负责将血液运回心脏，一旦它们发生挤压便会生成血块，并且血块回流至肺部就会造成肺栓塞，从而使人窒息死亡。为了重现被牛仔裤勒死的场景，留言组决定让格兰为科学献声，但他希望用假腿先做个模拟测试，于是托瑞在他的美臀上覆满了石膏，等12个小时硬化之后，他们开始制作仿真假腿。而为了直观展现牛仔裤阻断血流的情况，托瑞在模具中放入了手术软管，并且软管与人腿静脉的位置相同。等他们往里面灌入组织替代胶后，这样一对 Q 弹细嫩的美腿就做好了。紧接着托瑞为他穿上了紧身牛仔裤，然后放入浴缸并连接好输送血液的管子。
而管子上安装有控制血流速度的阀门。接下来他们往容器中倒入红色液体，同时格兰测试了血流速度为每分钟475毫升，这刚好与人腿静脉流速相同。一旦在实验中检测到流速低于这个数值，则说明牛仔裤可以阻断血液的循环。之后他们在浴缸内加满了热水，可浸泡6个小时后的牛仔裤真能致人死亡吗？据说高速射出的子弹能点燃火柴，并且在火蓝刀锋中就有这样的情节。老兵为了在新来的女兵面前装叉，他用狙击枪成功点燃了100米开外的火柴。可这到底是神剧的骚操作，还是真有这种可能呢？为了研究子弹能否点燃火柴，刘研组决定进行射击实验，但2人枪法都只有半斤8两。于是他们来到专业的实验场地，并把固定手枪的支架安装在桌面上，然后将火柴竖立在枪口的正前方。同时为了让子弹精准击中火柴头，他们还用激光瞄准器进行了校准。吉米认为本次实验的关键在于子弹与火柴头之间的摩擦力，因为火柴头的主要成分除了火药和摩擦剂之外，还会添加少量的红磷。当火柴从粗糙的物体上划过时，红磷就会因摩擦产生的高温转变成白磷，而白磷遇到空气就会起火燃烧。但亚当则坚信实验能否成功取决于两者接触时间的长短，只要滚烫的子弹给火柴提供足够的热量，火柴头上的火药就能被点燃。可快速射出的子弹真能让火柴着火吗？就在大家疑惑实验是否成功时，我先给兄弟们推荐个好东西。如果你单身又想要一个听话的女友，试试左下角这个，上线让你体验跟不同美女约会的感觉。无论是清纯学妹、娇羞萝莉还是高冷御姐，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，超过100款女友任你挑。左下角入口限时开放，抓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吉米拉动了开枪的绳索，尽管有激光瞄准器的配合，但子弹并没有击中目标。于是他们在火柴的后方放置了一块纸板，然后用弹道标记的方式重新进行了瞄准。然而想要击中小小的火柴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在随后的几次射击中，子弹不是偏上就是直接打掉了火柴，直到开出的第8枪，子弹才刚好擦过了火柴头上的白点，可火药并没有被点燃。难道流言就这样破解了吗？为了让实验结果更加准确，他们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。而这次当子弹擦过白点的瞬间，火柴终于燃起了火焰。虽然子弹成功点燃了火柴，但这对枪法的要求极高，并且吉米推算出误差不能超过1/1000厘米，所以正常人基本不可能做到。据说对着电网尿尿会导致触电身亡，并且网上有个不知死活的狗子，毫无常识对着农场的电围栏撒尿，结果被电得嗷嗷直叫。可尿液真的能传导电流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，亚当和吉米决定这次豁出去了。他们将同时对着带电的围栏撒尿，看电流能否通过尿液让人触电身亡。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实验场地，所以他们决定自己制作一个带电的围栏，并且其中一半为菱形钢网，另一半则是单条铁丝。同时为了避免长时间触电导致危险的发生，吉米强烈要求为高压电安装低频通电器，而通电器的作用是产生较短的脉冲电流，这样就只会让人刺痛一下，从而不至于长时间触电导致身亡。有了具体实验方案之后，他们开始制作电围栏，但就在实验即将开始时，吉米却临时打起了退堂鼓。而亚当为了提升自己的尿液，他一口气喝完了6杯白开水。由于本次实验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，屏幕前的朋友千万不要模仿。为了防止在实验中出现意外，医护人员会对亚当的生命体征进行监测。等尿液上头之后，亚当向前走到靠近电围栏的位置。可尿尿真的会引发触电事故吗？就在亚当努力酝酿的时候，我给兄弟们推荐个好东西。如果你单身，可以看看左下角的牵手 APP， 听说牵手里每10个人就有7个能让你心动，漂亮的、可爱的、温柔的、主动的，通通都有，而且完全不用担心照片女和拜金女，注册就要认证，连艺术照都过不了审，赶紧点击试试吧。但这时亚当却表示自己害羞，因为现场有超过50个工作人员。好在他实在憋不住，最终还是完成了实验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了电击，同时心电图也监测到了电压的变化。这就说明尿液确实能传导电流导致触电，但只要增加尿尿的距离，电流就无法通过尿柱，因为尿液在拉出一段距离后就会散开，从而不能导通电流。可尽管还没有因为尿尿被电身亡的人，但劝大家还是不要随地撒尿。据说只要用粉笔给蚂蚁画个圈，它就会被困在里面，永远无法逃出。因为蚂蚁在外出的时候，尾部都会分泌一种叫棕基费洛蒙的信息素。我就是玩了蚁族崛起这款游戏才知道这个冷知识的。同时它们主要是靠这种物质来实现交流和路线的辨别，而一旦用粉笔将蚂蚁圈起来，这些信息素就会被破坏，所以它们就只能困住等死了。可粉笔真的能将蚂蚁画地为牢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，少年留言组弄来一些自愿参加实验的蚂蚁志愿者，并将他们引导在桌面上，然后杰西用粉笔在旁边画了一条直线，看这样会不会影响蚂蚁的行动路线。但很快实验就翻车了，路过的蚂蚁们都若无其事在上面来去自如。这时老师建议尝试画个圆圈将它们围住，可这依然没能阻止蚂蚁的步伐。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，他们将碾碎的粉笔挥洒成一个圈，并且堆出一定的高度，以增加蚂蚁出逃的难度。可小家伙们还是很快跑了出来。显然粉笔是不能影响蚂蚁的信息传递，那如果换成具有刺激性的物质，又能否改变实验结果呢？接下来他们准备了几种常见的香料，而首先测试的是丁香粉。虽然蚂蚁在遇到障碍时有所犹豫，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越狱的脚步。
难道又是蚂蚁得到了进化吗？不过还是蚁族崛起里面的蚂蚁略胜一筹。游戏里面蚂蚁种类达300多种，你作为统帅可以指挥他们开疆破土，攻打强敌。现在还有全新孵化变异玩法。闻后吞噬万物进化变异随意孵化，点击左下角即送100颗专属强大兵役一弹。紧接着留言组再次升级了实验方案，他们先后用肉桂粉和辣椒面进行了测试。尽管它们的刺激性足以让人上头，可蚂蚁们依旧在上面来去自如。之后他们将橄榄油均匀涂抹在桌面上，而这次却出现了奇怪的现象，蚂蚁们刚接触油剂就不断往后退，这说明橄榄油影响了它们的感官能力。为了得到准确的实验结果，最终留言组决定尝试用橄榄油干预蚂蚁的活动路线。虽然这次蚂蚁同样没能越过桌面的油剂，但他们也没有按照实验预定的线路前进。这是因为蚂蚁的触角同时具有疏水性和亲油性，它能轻易排开水与非油性物质。一旦蚂蚁在越过油剂时，触角就会沾染橄榄油，这时它们就会后退清理触角上的油渍，从而影响了对信息素的辨识能力。所以油性物质才是蚂蚁的克星。据说古朝鲜发明了一种远程火箭，它能一次性将200支火箭发射至450米远，并且在击中敌人后会发生爆炸。可这到底是他们意淫出来的，还是确有其事呢？为此，留言组决定亲自打造这样的火箭。于是托瑞用竹竿做成了舰体，然后在箭头和箭尾分别安装尖锥和鸡毛，而格兰则往硬纸管内填装了黑色火药，并用纸包裹固定在舰体上。之后他们来到一处空旷的田地，为了测试火箭的发射距离，他们用泡沫假人在450米处的地方做好了标记，然后托瑞点燃了火箭的引线。可这时火箭不但没有飞向天空，反而原地发生了爆炸。托瑞猜测可能是填装的火药不够紧，于是他们改进了火箭的制作方式，并用锤子将火药敲打紧实。等重新制作好火箭之后，他们再次点火进行了测试。当引信被全部烧完，火箭果然向前冲了出去，但最终只落在了260米远的位置。而为了让火箭飞得更远，格兰将2个火箭串联绑在一起做成了2级火箭，也许这样就能让飞行距离翻倍了。等托瑞重新点燃引信，这次火箭直接冲上了云霄，并且在500米远的上空发生了爆炸。可它爆炸又能否对敌人造成致命伤害呢？为了测试火箭的杀伤力，格兰将火箭直接插进捡来的猪屁股上，然后以远程控制的方式点燃了引线。随着一声爆炸，猪屁股竟然直接被炸开了一道口子。显然，如果是从远处射进了敌人的体内，这样的爆炸威力肯定会造成致命伤害。有了理论的支撑后，留言组开始制作火箭车。木工出身的托瑞很快就按照图片做出了仿真品。可他真能一次性发射200支火箭吗？就在大家疑惑测试能否成功时，我先给兄弟们推荐个好东西。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的，试试左下角这个，带你体验日式女友的风情，韩式女友的魅力，东方女友的含蓄，西方女友的热情，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，100款女友任你挑。左下角入口限时开放，赶紧点击左下角箭头试试吧。下面他们来到了爆破场，开始正式实验，并在450米外安排了50个泡沫假人，看200支火箭能给敌人造成多大伤亡。而为了让所有火箭同时发射，他们将全部引线连接在一起。等所有人躲在了安全位置之后，格兰点燃了火箭引线，随着一串串火舌喷出，200支火箭陆续发射了出去，并在目标区域形成了火箭弹幕。虽然最终并没有命中任何一个假人，但如果面对的是敌人的千军万马，只要火箭的数量足够多，那一定能击中敌军中的倒霉鬼。